大家好，我是清航老师。这节课呢，我们来讲一下颈部的构造。我们先来看一下颈椎骨。第一张图，从这张图来看一下颈椎这个骨骼在体内的什么位置。从侧面来看啊，在这里，它离后边和前面都有一定的空间，这个是在中间的。然后从前视图来看，它离两侧的轮廓也是有一定的空间的。也就是说，在颈部的这个圆柱中，颈椎骨呢是位于中间的。大概在中间的，这个是颈椎骨在颈部圆柱里边的状态，但是呢，不完全是在中间，在下面这个位置，就是颈椎它后边呢，它有一些棘突，这边就越往下，这个棘突呢越长，长出来呢就靠近了体表，这一块呢就是第七颈椎，然后这边是后边，然后颈椎两侧接了胸腔上面的这个圆面，然后上面两侧是锁骨。下面是胸腔，然后是其他的结构了就。这个是在这个部分里边这个骨骼的状态。那咱们来看一下这个骨骼，从侧面这个图来看，整个颈椎呢它有一个弧度，这个弧度是朝前的，这个是颈曲向前突出。后边这里呢是凸出来的棘突，最长的是第七颈椎的棘突，也就是下面这张图，这个是颈曲。这里呢是第七颈椎，在体表呢有明显的标记，它顶起来在体表形成了一个凸出来的痕迹，然后整个颈椎的再往上就跑到了整个颈部的里边。我们都知道啊，头部和颈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灵活的。那么它的灵活来源于哪儿呢？虽然说我们看这些骨骼啊，每一块和每一块之间的这个空隙活动空间比较小，但是呢，它很多块叠加起来，这个空间就变大了。颈椎呢可以做左侧屈、右侧屈、前屈、后伸、左旋、右旋这些动作，但是让头部最灵活的呢，还是这里环椎和枢椎这两块骨头，它们两个让这个头颈部更加的灵活。每一块椎骨的造型呢都比较相似，就这两块的造型比较独特一点，所以说这两块骨头呢就让颈部更加灵活了。说完颈椎骨，我们再来看一下舌骨。舌骨呢是一小块 U 型的骨骼，这块呢在体表呢它是不容易被看见的，它大概在这个位置，下颌底部和颈部衔接的转折的这个位置，它不和任何一块骨骼挨着。然后在它的下面呢有一块甲状软骨，舌骨和甲状软骨呢是由甲状舌骨膜连接的，然后在甲状软骨下面呢就是连接的是气管，这个呢稍作了解即可，一般我们画人体这个结构是画不到的。然后看下这张图，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凸出来的角状的结构，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喉结。这个呢，大部分情况下是在男性的颈部容易观察得到凸出来的一块结构。喉结呢，男生女生都有，只不过男性的呢是偏方的角状，女性的呢是偏圆的半弧状，有的时候在体表看不出来，就感觉没有，其实这个结构男女是都有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啊，这个是颈部的解剖结构，看起来比较复杂，里面结构非常的多。对这块的结构呢，并不需要每一块都记。我们画画用到最多的就是胸锁乳突肌和斜方肌。这个是胸锁乳突肌的完整形态。之前呢，我们讲肩胸部的时候，胸锁乳突肌我们往往只是截取了一部分，我们把颈部这里呢截断了之后，研究的是下面这个部分，然后它上面这里呢连接的是乳突这个结构。看这张图，如果耳朵在这儿呢，它大概就是连接在耳朵后边的这里，耳朵后边靠下一点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两侧的胸锁乳突肌之间形成了一个三角，称作颈前三角。这个稍微了解就可以。然后在这两个胸锁乳突肌之间肌腱的这个部分形成了一个窝，这里呢是颈窝。这一块呢也是在体表经常会用到的一个结构。有的时候这个肌腱呢，这个骨骼可能不那么明确，但是这两个结构之间的这个窝就比较清楚。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窝来找两侧的肌腱或者锁骨的内侧头。以上就是颈部的结构。我们趁热打铁，在我们上节课画的这个头骨上面去画一下它的颈椎骨。我们把颈椎骨呢概括一下，概括成一个柱体就可以了。然后要注意它上面连接到哪里啊？在这个空白的地方，我们画一下头骨的底面。假设这个是一个头骨的底视图，从下面看，这里呢有一个枕骨大孔，
颈椎就是连接在这儿呢，从侧面看也是连接在中间的这个位置的。所以说我们画第一张图的时候，要大概找到它中间的这个位置，让这个颈椎呢朝向这里，连接到这里。然后第二张图，它的枕骨大孔大概在什么位置呢？大概在这里。这里是它这个颅骨底的切面，然后这里就是它的枕骨大孔。从这个切面上来看，它的枕骨大孔大概就在这里。这个呢需要一些空间想象力，如果对透视呢有所掌握，这个也不算太难。然后它这个颈椎呢也是有一个旋转，然后再有一个侧屈。我这边有个右旋，然后有一个右侧屈。第一张图它也是一个右旋，然后第三张图呢，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动态，然后它的枕骨大孔大概也在这个位置。如果拿捏不好呢，像这种角度啊，它就往中间朝向就好了。啊，这个就是它的中间，这里就是它的颈椎。那么如果说我们想给它找一个方向，再找一个面，这个侧面、前面也可以，这就是它的颈椎骨。根据我们前面讲的内容，我们把颈部的解剖结构画一下，但是呢，不用把我们刚才讲到的所有结构都画上。你像这个舌骨啊、甲状软骨啊、气管啊，这些呢不用去画，我们画它的外形，对外形影响最大的这个位置，从这个人体中可以看到，凸出来、隆起来一条，这个就是胸锁乳突肌，然后胸锁乳突肌的锁骨端。它头在往这边旋转的时候，那么这一侧的胸锁乳突肌它就隆起来了，然后另一侧的形状就变得没有那么清楚了。大概猜测一下它另一侧的乳突在什么位置，然后从这个乳突的位置呢给它连下来，就找到了它这个大概的趋势。这一侧结构基本上就很不明显了，我们大概找到它的方向就可以了。然后这中间这个部分如果还是能看到的话呢，就大概其可以给它概括成一个块状的结构放在颈前三角里。然后这里就是它的斜方肌上面的这个部分，然后在斜方肌和胸锁乳突肌之间里边的这块的肌肉，我们可以不用去管它，包括这边呢也不用去管，把它留成空白就可以了。让我们看一下第一张图，把它的胸锁乳突肌给它找一下，就是找到它的这端的连接点和这端的连接点，把它们以一个自然的与模特相契合的趋势给它画出来就可以了。另一侧的锁骨端呢就被遮住了，看不到这个角度，然后通过这个外轮廓确定斜方肌后边的这个边，然后这个斜方肌往前走，连接到锁骨外端，另一侧呢看不到就不画了。中间可以给一个块状的结构。然后第三个呢也是同样，从乳突到胸骨，它整体呢像一个棒球棒的形状。我们看颈部的结构呢，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对它的认识可以全面一些，但是画的时候呢，不用画的那么详细。最主要的构成它外部造型的就是它这个胸锁乳突肌和斜方肌这两块掌握了就好了。这一课就到这里，我们下节课再见。